很多关注美股科技和军工赛道的朋友最近都会陷入一种纠结，刷到各类无人机、低空经济的利好消息，看到相关个股出现连续异动，心里既担心错过机会，又害怕这只是一轮转瞬即逝的短线炒作。你很容易被零散的资讯带偏，只看到股价涨跌，却摸不透整个产业背后真正的推动力量。这也是当下投资这类细分赛道最容易踩的坑，只盯着短期价格，忽略了长达数年的结构性变化。市面上有太多碎片化解读，要么只罗列个股代码，要么单纯渲染政策利好，却很少有人把顶层战略、市场格局和个股基本面串联起来分析。所以这期内容我们不纠结单日的涨跌，也不跟风追逐短期热点，而是把整个美国本土无人机产业链的底层逻辑、驱动因素、时间节点和潜在隐患全部拆解清楚。理清这些脉络之后，你再看待这个赛道就不会被市场情绪左右。欢迎来到逻辑棱镜，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产业链的真实逻辑。很多人初次接触这个赛道，都会下意识把它归为普通的科技题材，但我可以明确说，这一定位从根源上就出现了偏差。你如果仅仅将其当成一轮普通的题材行情，很可能会错失一场持续5到10年的产业格局重塑。当下资本市场里悄悄发生的本质是一场由国家战略意志主导的资源与财富重新分配，这种级别的趋势从来都不是几个月的短期行情能够概括的。我在梳理相关财报和公开政策文件时发现，整个赛道的运转逻辑完全区别于消费电子、普通软件这类市场化行业。普通行业依靠消费需求、企业订单推动发展，而无人机这个细分领域，顶层设计的权重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不少投资者喜欢用传统科技股的估值体系去衡量这里的标的，这也是典型的判断误区。传统赛道看营收增速、毛利率变化，而这个赛道首先要看政策落地进度、供应链布局以及战略采购计划。我们先从最直观的市场规模说起，外界反复提及的1.5万亿美元相关预算，不是凭空捏造的数字，而是对应着明确的国防与商用市场规划。你不要把这个数字当成单纯的宣传口号，每一笔预算的流向都会直接转化为企业的订单和营收，这也是行情最扎实的基本面支撑。现在我们把支撑整个赛道的几股核心力量拆开来看，首先是顶层政策的全面布局，其次是千亿级预算的持续投入，最后是原有市场格局被彻底洗牌，单独拿出任何一项都不足以支撑长期行情，但三者形成共振之后，整个产业的向上趋势就具备了极强的韧性。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市场在解读利好时，往往会单独放大军费增长这一点，却弱化了政策与市场格局变化的影响。这会让大家误以为行情只依赖财政支出，一旦预算出现波动，赛道就会立刻走弱。这种看法太过片面。我们先聊政策层面，一系列针对性的规则出台，正在一步步重塑本土无人机行业的生存环境。外来头部企业在当地的市场空间被持续压缩。数据不会说谎，此前海外头部无人机品牌在当地市场的占比一度达到90%，近乎形成垄断格局。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放在任何一个具备战略属性的行业里，都会引发供应链安全层面的担忧。你要明白，对于具备国防属性的产业来说，市场垄断从来都不只是商业问题，更是安全问题。这也是相关政策密集落地的核心出发点，商业利益需要让步于整体战略布局。再看预算端，千亿级的资金投入分为2大方向，一部分服务于国防装备更新，另一部分则投向低空经济相关的商用无人机场景。2大应用场景同步发力，意味着行业的增长空间被双向打开，单一领域的波动不会影响整体走势。很多人只关注军工属性的无人机业务，却忽略了民用低空经济带来的增量市场，这会让你对赛道的空间判断严重缩水。商用场景面向物流、巡检、测绘等多个领域，属于长期增量市场，能够对冲军工订单阶段性波动带来的影响。
最后是市场洗牌环节，原有垄断格局被打破之后，原本被挤压生存空间的本土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窗口期。这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整个行业竞争规则的改写，新的玩家、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供应链体系都会逐步建立。当市场规则发生根本性改变时，最先吃到红利的永远是提前完成布局的本土头部企业。聊完表层的驱动因素，我们再往更深的层面挖掘，支撑这个赛道走得更远的是3个已经形成很难再逆转的底层逻辑。很多投资者停留在利好消息层面，却没有深挖这些逻辑的不可逆性，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赛道的周期会长达数年。第一个底层逻辑来自实战场景带来的装备认知更新。近些年的区域冲突让全球市场重新认识到无人机在现代装备体系中的价值，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攻防成本的严重不对等。传统防空装备造价高昂，部署和使用成本都居高不下，而中小型无人机具备造价低、灵活度高、难以拦截的特点。你可以简单换算一下成本差距，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类装备的采购需求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实战检验过的产品和技术会快速传导到常态化采购清单当中，这不是短期的应急采购，而是装备体系的长期升级。我看过多家机构整理的采购数据，实战之后相关无人机产品的意向订单数量出现了阶梯式上涨，这个趋势至今没有放缓的迹象。第二个底层逻辑是供应链自主化的硬性要求，在关键装备领域，对外依赖度越高，整体风险就越大，这是所有相关决策层的共识。过去长期依赖外部供应链的现状已经被认定为明显的短板，供应链去外部化，打造本土完整产业链成为明确的发展目标。你要区分一个概念，供应链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搭建从零部件、整机研发到量产交付的完整链条，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本土产业链的建设周期会和行业的增长周期高度重合，在链条完全成熟之前，行业的向上趋势不会轻易终止。不少人觉得供应链调整只是阶段性动作，完成之后利好就会消退，这是对产业建设周期缺乏认知的表现。第三个底层逻辑是配套的舆论与叙事体系形成支撑。当一个产业被绑定在国家安全本土制造回流的大叙事当中，它获得的政策、资本、舆论支持都会远高于普通行业。资本市场也会顺着这套叙事持续给相关标的进行重新定价。市场的定价逻辑从来都不只是看当下的利润，也会预判未来数年的成长空间和政策倾斜力度。当叙事、政策、需求三者形成闭环，整个赛道的情绪和资金面都会保持稳定。讲到这里，很多人会产生疑问，逻辑听起来很通顺，但如何判断行情的爆发节点？毕竟再好的逻辑，入场时间不对，也会面临长时间的震荡。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重点拆解的内容。精准的时间轴和关键催化剂是区分跟风炒作和理性布局的核心。在梳理时间节点之前，我们先把构筑行业壁垒的政策工具拆解清楚，这也是本土企业的核心护城河。很多人分析企业竞争力，第一时间会对比技术参数、研发能力，但在当下的阶段，政策准入资质才是最坚固的壁垒。当地先后推出14307、14305两项专项指令，叠加 FCC 出台的相关禁令，层层规则叠加之下，外来企业想要继续深耕当地市场，门槛已经变得极高。这些政策不是临时出台的限制措施，而是一套长期执行的行业准入规则，相当于从规则层面划定了市场范围。你不要小看这类行业规则，对于无人机这种兼具民用和军用属性的产品，合规资质就是入场门票。没有门票，再优秀的技术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原本占据90%市场份额的头部外来品牌，在一系列禁令和指令落地之后，市场份额必然会逐步被本土企业蚕食。这个份额转移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逐年稳步推进，对应的也是本土企业营收持续增长的过程。我判断份额转移会分为几个阶段，初期是大型项目优先选用本土产品，中期逐步渗透中小商用场景，长期则完成全场景的本土化替代。每一个阶段的推进都会对应一轮市场对相关企业的重新定价。
除了市场准入之外，政策还在资金、研发、场地等多个维度向本土无人机企业倾斜。专项扶持资金、研发补贴、产业园区配套一系列组合拳下来，本土企业的发展成本被降低，扩张速度被加快。普通市场化竞争中，企业需要靠自身利润反哺研发和扩张，而这里的企业能够借助政策红利快速补齐短板。这也是为什么短期内部分本土企业哪怕盈利能力一般，依然能获得资本市场的持续关注。资金看到的不是当下的盈利，而是政策加持下未来的成长确定性。很多散户投资者习惯用静态的盈利能力评判公司好坏，放在这个赛道里，就很容易错过真正具备潜力的标的。现在我们正式梳理整个赛道的时间轴和核心催化剂，这也是决定布局节奏的关键。投资任何长周期赛道，找准催化剂落地的时间点，就能避开无谓的震荡，聚焦核心行情区间。整个产业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26财年，这也是业内普遍认定的行业集中爆发期。为什么会锁定这一年？不是市场凭空炒作，而是多项重大动作都会在这一年集中落地。其中最具分量的催化剂就是 OSC 战略资本的国家级入股动作。国家级资本的入局意义远不止单纯的资金注入，它代表着顶层资源的全面对接，包括订单渠道、技术协同、政策背书等多个维度。你要理解，普通机构投资看重的是财务回报，而国家级战略资本入局首先看重的是产业落地和战略目标达成，投资周期会拉得非常长。这就意味着相关企业获得的不仅是现金流补充，更是长期发展的稳定保障。当这类重量级资本完成布局之后，市场对于赛道的信心会被彻底夯实，资金的参与度也会显著提升。除了资本动作之外，2026财年对应的国防预算落地，低空经济试点项目全面铺开，供应链本土化改造阶段性收官，都会集中兑现利好。多项利好叠加在同一个时间窗口，自然会推动行业景气度来到阶段性高点。我整理了近3年的政策落地节奏，从规则制定、试点推进、资本布局，再到全面落地，整个流程循序渐进，时间线清晰可查，不存在突然炒作的情况。很多短线交易者喜欢赌突发利好，但在这个赛道里，所有的关键节点都有迹可循，更适合按照时间轴做中长期观察。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业数据，行业订单出货比达到 1.6:1， 这个数据能够直观反映行业的供需关系。订单数量远高于当下的出货能力，说明企业在守订单饱满，未来一段时间的营收基本已经锁定。订单出货比是观察制造业、装备类企业景气度的核心指标，这个数值维持在高位，就证明行业需求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你如果不会分析复杂的财报，单单盯住这个数据，也能判断出行业当下的景气程度。理清了产业逻辑、政策时间节点之后，我们再把视线落到具体的个股标的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挑选细分赛道个股最忌讳的就是不分企业定位、业务属性，盲目买入一篮子标的，这是很多人出现亏损的重要原因。整个美国本土无人机概念股阵营可以根据业务侧重、市值规模、弹性大小，划分出不同梯队的标的，对应的投资逻辑和持仓策略完全不同。我会结合每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客户结构、订单情况和市场定位，逐一做拆解，帮大家分清底仓标的、中军标的和高弹性标的。首先要说的是 KTOS， 也就是 Kratos， 这家企业是整个板块里公认的核心底仓选择。它深耕军工无人机领域多年，客户以官方国防采购体系为主，订单稳定性极强，业绩波动相对平缓。底仓标的的核心要求就是稳健，能够承受行业阶段性震荡，适合作为整个持仓的基石。你在配置底仓时，优先考虑的永远是确定性，而不是短期涨幅。KTOS 的属性刚好匹配这一需求。从业务布局来看，它不仅有成熟的量产机型，还在持续投入新一代无人机技术研发，紧跟装备升级的趋势，长期成长逻辑扎实。第二，梯队的中军标的主要是AVV， 也就是 AeroVironment， 以及 OnDS， 也就是 OnDAS。中军标的兼具稳定性和成长性，市值体量适中，机构资金参与度高，是板块行情的中坚力量。
阿瓦在中小型战术无人机领域具备深厚积累，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市场口碑和客户粘性都很强，商用和军工业务双线布局，抗风险能力更强。ONS 则侧重无线通信与无人机配套技术，属于产业链上游环节，受益于整个行业规模扩张、业绩增长和行业整体景气度高度绑定。中军标的的优势在于，行情启动时不会落后，行情回调时跌幅也相对可控，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核心配置选择。除了前两类稳健型标的之外，赛道里还有一批高弹性的卫星仓标的，代表品种包括 ARKET、UMAC 以及 Joby。这类企业普遍市值偏小，业务偏向新兴赛道，比如低空载人飞行器、特种无人机配件、新兴商用场景等。高弹性标的的特点非常鲜明，行情火热时涨幅会远超板块平均水平，但同时波动也会急剧放大，风险系数更高。这类标的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用小仓位博取超额收益，绝对不适合重仓参与。我在这里做一个明确的判断，很多新手投资者偏爱小盘高弹性个股，觉得短期获利更快，但忽略了这类企业普遍存在盈利不稳定、订单集中度高的问题。一旦行业情绪回落，小盘标的的回调力度往往会超出预期，所以区分标的梯队是布局这个板块的必修课。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产业驱动、政策壁垒、时间催化剂以及6大核心个股的定位全部梳理完毕，整个赛道的基本面框架已经搭建完整。这个美股无人机与低空经济赛道依托国家战略推动，具备数年的成长周期，后续还会不断有新的财报数据、订单公告、政策落地消息传出。我后续会持续跟踪这些一线产业信号，拆解各家企业的季度财报、新增订单以及产能变化，把标的基本面的动态更新同步出来。如果你想要长期追踪这个产业链的演变，不想错过关键的基本面变化，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后续的深度拆解内容都会第一时间推送。有了标的梯队划分，接下来就对应到实操层面的仓位规划。我把这套配置思路总结为金字塔建仓策略，也是适配这个赛道风险收益特征的合理方式。再好的个股脱离了合理的仓位搭配，都会放大账户的整体波动，这是投资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底仓标的，以 KTOS 为核心，这部分仓位追求长期稳健，占整体相关持仓的最大比例。底仓一旦建立，不需要频繁做短线交易，核心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长期持有观察即可。金字塔的中间层是阿伟 ONS 这类中军标的，仓位比例仅次于底仓，作为行情的核心进攻部分。中军标的可以结合行业景气度变化做小幅的仓位调整，但同样不建议频繁进出。金字塔最上层的尖顶部分就是 ARKET、UMAC、Joby 这类高弹性卫星仓，仓位必须严格控制在较小比例，用来博取阶段性的行情弹性。3层结构，层层递进，底层稳，中层攻，上层博弹性，既兼顾了长期布局的确定性，又能捕捉短期行情带来的收益。我观察到市场上2种极端的持仓方式，一种是全部重仓小盘弹性股，赌短期暴涨，最终往往被剧烈波动反噬；另一种是只配置纯稳健标的，虽然回撤小，但也错失了板块的超额收益。金字塔策略刚好平衡了这2种问题，也是结合赛道属性总结出的实操思路。还要补充一点，仓位比例没有固定的数字标准，最终要结合你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持仓周期来调整。偏向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加大底仓和中军的比例，缩减卫星仓能够接受高波动的投资者可适度提高卫星仓的占比，但依旧不能本末倒置。投资策略从来都没有万能公式，适合自己的风险偏好才是最重要的。当大家看到一系列利好逻辑和标的机会时，也很容易陷入乐观情绪当中，选择性忽略潜在的风险。在做任何布局之前，完整识别风险点，才能做到进退有据。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梳理这个赛道当下存在的4大核心风险，也是必须做好的排雷工作。第一个风险是估值风险。随着板块热度持续提升，大量资金涌入之后，不少个股的估值水平已经脱离了当下的盈利基本面，提前透支了未来数年的成长预期。
资本市场向来如此，情绪高涨阶段，估值会不断抬升，但一旦利好落地不及预期，就会迎来估值回归的过程。我判断现阶段部分标的的估值已经处于偏高区间，后续业绩能否匹配高估值是最大的考验。如果企业营收和利润增速跟不上估值扩张的速度，股价大概率会进入长时间的震荡调整。第二个风险是地缘层面的不确定性。整个赛道的格局变化本身就和地缘环境深度绑定，区域局势、对外政策的细微调整都可能影响行业的政策走向和市场预期。地缘事件具备极强的不可预测性，这是整个板块与生俱来的外部风险，没有办法完全规避，只能持续跟踪相关动态。第三个风险是技术迭代风险。无人机行业属于科技装备领域，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新的产品形态、新的技术路线随时可能出现。如果一家企业无法跟上技术迭代的节奏，哪怕当下订单充足，也会逐步丧失市场竞争力。尤其是中小体量的标的，研发投入有限，抗技术变革的能力会更弱。很多人只看到当下的产品优势，却没有考虑未来技术路线变化带来的冲击，这也是长期持仓需要警惕的点。而第四个是项目执行风险。不管是国家级的产业规划、100亿级的预算投入，还是企业自身的产能扩张、新品落地，都存在执行层面的变数。规划和落地之间往往存在差距，部分试点项目产能建设有可能出现进度滞后、效果不及预期的情况。一旦核心项目推进受阻，市场的乐观情绪就会快速降温。综合这4大风险来看，这个赛道有机遇，但绝非无风险的投资方向。机遇和风险始终相伴而行。我们拆解逻辑、梳理标的，不是为了引导盲目入场，而是让大家看清全貌，做出理性的判断。从头到尾，我们从你的困惑切入，拆解了赛道的顶层战略、3重驱动、底层逻辑、政策壁垒、时间催化剂、个股梯队、仓位策略以及各类潜在风险，完整梳理了美国本土无人机产业链的全貌。我一直坚持这样的内容风格，不追逐短期市场热点，不随意给出交易代码和买卖建议，而是用财报、订单、供应链、政策文件这些真实信息去验证市场流传的各种故事。华尔街擅长用简洁的口号包装产业趋势，但口号背后的真实利益分配、企业经营变化才是决定长期走势的核心。如果你也认同这种立足数据、理性拆解产业逻辑的观察方式，愿意沉下心来研究赛道底层变化，不妨订阅这个频道。聊到这里，关于这个无人机赛道的核心逻辑、机会与风险都已经讲透。市场内部其实一直存在2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部分人认为，整个赛道的行情核心来自国防预算的短期加持，属于阶段性题材；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供应链重构和产业本土化才是长期主线，行情会延续多年。你觉得美国本土无人机赛道真正的核心驱动力究竟是国防预算带来的短期利好，还是供应链自主化催生的长期产业红利？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本视频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基于公开产业数据、政策文件和企业财报做出的个人观察与逻辑拆解，仅作为知识分享使用，绝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资本市场永远存在不确定性，每一位参与者的资金体量、持仓周期、风险承受能力都各不相同，别人的分析逻辑只能作为参考，最终的投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你自己独立研究和判断的基础之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行情，也没有绝对完美的标的，保持理性，看清趋势，同时敬畏风险，才是在资本市场长期走下去的根本。